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过客。鬼叔，这是我童年唯一的阴影，也是我第一次投稿，如果有幸能被分享就太好了。还有，我是06年的老听友，从初入大学到毕业工作了2年，从喜马听到 B 站，一直有在收听您，深知创作不易，希望您能坚持。这件事发生在我11、12岁左右，我家算是外来务工，并不是本地人，是在当地租的房子，方便一家人上学上班。当时家里也比较拮据，租房租的是民用的自建房，一排过去全是2个小通间，没有厨房，没有厕所，更没有阳台。每一户的入户门左边或者右边就是一个不高的窗户，用于通风。事情就发生于此，让我每每回想都会感到头晕目眩和耳鸣不止。当时刚好是小升初的暑假，由于没有作业，假期也比较长，每天就是和邻居小孩跑跑闹闹，疯疯打打。而我就是在下午疯跑的过程当中撞倒了一位老奶奶。当时也怕闯祸，老人家找家长啥的，也就没有过多的问老奶奶的情况，看她自己起身就继续的玩闹去了。直到晚上回家，看见她站在我家的门口和我妈聊着，我当时就懵了，以为她找到我家来了。当我走过去才知道，她是我们隔壁新搬过来的邻居。老奶奶似乎也并不知道下午是我误撞倒的她。经过几天的相处，我们家都很喜欢这位新来的老邻居。老奶奶非常的和蔼慈祥，时不时还会买一些水果过来和我们家分享。老人不是很健谈，但非常的热心，满脸的皱纹，似乎年轻时过得并不容易。由于我是知道几天前被我撞倒的老奶奶就是这位邻居，所以在老奶奶过来串门的时候，我表现得非常不自在，生怕被老奶奶认出是我当时冲撞的她。日子长了，后面我也确信她没有认出我来，倒是老人一天比一天热心了，从开始的水果到后面直接让我们去他们家吃饭。出于礼貌，家里倒也没有过去吃。渐渐的，我们家也接受了老人的这股热心肠，邻里生活的十分和睦。最后一次吃到老奶奶的菜是红烧肉，当时家里也做了菜，索性就在一张桌子上吃了。饭前妈妈悄悄地嘱咐了，因为我们家做的菜比较素，别老去夹老奶奶家做的红烧肉，多夹夹自己家做的菜就好了。吃饭的过程当中，似乎老奶奶看出了我们的刻意，并说：“肉你们夹着吃呀。”妈妈则是应付地答应着。看妈妈没怎么吃，我也没怎么吃。饭后似乎有点尴尬，因为老奶奶的红烧肉还有很多没有吃完。老奶奶讲，我们家的冰箱放不下，太小了，放你们家，下顿你们热着吃。我妈还是婉拒了。第2天就没看到过老奶奶，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学习，似乎第2天都没有人关注到老奶奶没有出现的事儿。第3天也是，大概是第4天了，房东收租问我们见没见过老奶奶，说这电话也打不通。这时我们才发现了不对劲，于是敲了他家的门，喊他也没有反应。大家掐开了他家的窗户，当年的窗户打开以后，里面还有一层铁栅栏，大人们望了一下，也没有人在家。当时我比较瘦小，房东说让我把头探进去，把门给打开。当时的我也没有多想，就照做了。
恐怖的要来了。当我头一探进去，直接和老奶奶来了一个四目相对。她表情非常的狰狞，吐着舌头，头发也乱糟糟的，眼球流出来的血已经干了。当时我整个人感觉到天旋地转，耳朵也在耳鸣，嗓子不受控制的尖叫，自己的头还被卡了几秒钟才出来。因为老人是吊死在门后的，窗户和门在同一侧，打开窗是看不到门后的老人的，而我把头侧着伸进去，直接就看到了老人的死状。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，当时就感觉像是被夺舍了一样。我妈当天直接带我去了我大姨家住了几天，然后就搬家了。后面几年我看到老年人就会害怕，会想到他们脸上的褶子，想到他们涣散的眼神，想到当时那张狰狞绝望的脸。后来的日子倒也正常，家里人知道我经历了这个阴影，很长的日子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事儿的后续。直到高中，渐渐的从他们的口中得知，老奶奶并不是孤寡老人，相反，子女还非常有钱。老伴儿走得早，2个儿子1个女儿，甚至小儿子在附近几百米当时的高档小区里有一套房。老人这个孤独的死法，当时还是引得邻居们一阵的猜测。在我看来，如果亲情能够通过子女寄托，老人也不会出来租房，也不会将无处释放的热情施于我们这些陌生人吧。或许那晚的红烧肉我能多吃几块，老奶奶那晚也不会自我了断在出租房内吧。以前我还会跟人讲，没有人会陪你到老，后来经历了才明白，没有人属于你，只有你自己属于你自己。所有的人都是你人生的过客罢了。乡野，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离奇经历。我的母亲与父亲是家里面指定的婚姻，目的也不为别的，只是彩礼。而那时我的母亲只有17、18岁的样子，他们在结婚的第1年就生下了我。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我自己了，我是男生，又属虎。村里说，这种孩子阳刚，至少在18岁之前不会有大祸。我的母亲当时是在我爷爷家里坐的月子，爷爷奶奶的家就像是北京的4合院，不过比那要小的很多了。母亲呢，就被安置在了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房间，而故事也发生在这期间。爷爷奶奶对母亲并不好，时不时的拳脚相加，旧思想就是这么可悲，甚至在他家吃上顿饱饭都稀奇。所以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，生我的时候连力气都没有。我诞生的时候也是骨瘦如柴。一天夜里，母亲抱着我睡觉，她睡在靠近窗户的一边，我被她抱在怀里。就在后半夜，窗户传来了刺啦刺啦的声响，母亲也没在意，以为是风吹的，就接着睡。可突然，刺啦刺啦变成了咚咚咚的敲击声，持续不断。母亲吓了一跳，以为是爷爷在呼唤她，也没在意，就接着睡。可突然她冷汗直冒，把头蒙到了被子里，也把我抱得更紧些了。因为当晚爷爷去喝酒，不在家，奶奶腿脚不便，又怎么可能来敲窗户呢？睡着睡着，响声也就不见了。但紧接着的是敲门的声音，那声音很是急促，似乎在催促母亲快点开门。母亲当时更害怕了，蜷缩起了身子，把我抱得更紧。敲门声却变得不耐烦，已经变成了推门。母亲壮起了胆子，起身对着门破口大骂，并且抱了2提啤酒堵住了门，而门也没有再响了。这一晚也就过去了。第2天，
母亲与爷爷奶奶讲起了这件事儿，他们也很震惊，只是告诉母亲，那个东西之所以打不开门，是因为怀中抱着我，我阳气重，它顶不开门的。我更好奇的是，那晚母亲是怎么自己一个人抬起2提啤酒的呢？也许是母爱让她克服了恐惧和身体的极限。说起来也是奇怪，我从小到大也确实没怎么生过病，也许就像村子里讲的那样，我阳气太重，邪祟不入吧。好了，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